我阿娘还在家等我，你不是说我唱完曲就放我回去吗？哎呦，你瞧这小磊叔，我见犹怜，干嘛要走啊？这多煞风景啊！你就让我走吧，我肯定什么都不会说，什么都不会做的。哦，那你走吧。谢谢观音，谢谢。师爷辛苦了，杜县尉说这个小丫头就给您慢慢享用。正宫清风俊杰，忠义双全，呜呼哀哉。变白衣为黑时，刀伤以为霞。凤凰在怒兮，居无山屋。同绕于世兮，一盖而相量。我今夜一路跟着曾轩出府，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长乐街，都怪我盯梢时被他发现了，让他把我给甩掉了。别急，长乐街以西是李仆夜府邸，他怕杜良，不可能去。以南虽是梅相府邸，但他官职低微，很难见到梅相。还有就是袁绍成府邸，时人不知袁嗣成为父党派，杜良又一向瞧不起出身卑贱之人。若你是曾轩，你会去哪里？他钻进了袁府，所以我们只要在外面等他出来便好。没错。好了，胎记擦干净了。这下好了，他们到处找，脖子上有胎记的新啊，可只能到梦里找了。对了，圣上对你态度如何呀？你不知道，今日你面圣时啊，我一直在给你卜卦。姑母，放心吧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嘛就是一个被冤枉了的倒霉蛋。谁能想到我才是做局之人？那你还得万分谨慎。如今郑元一死，闹得满城风雨，这城里的百姓对你啊，那是又憎又怕。这第一颗棋既然已经下了，就必须要下到终局。杜良贪摸的那5000两军饷，上面有印记，他一定会找地方熔掉重铸。黑市那里有没有什么消息？你看，老鬼帮我们画了张地图，杜良的熔银厂就在东郊10里山坳处。熔银厂是我们敲定杜良罪证的关键，姑母你联系鬼叔，安排人手盯住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还有3刻，小姐。我余下的时间不多了。丹心，你身上还有更重要的事，必须赶在宵禁前出城。山林里的机关虽然都已经布好了，但是毕竟要做这么大的事，要不要我陪着丹心一起去？不用，你今晚就负责在袁府外盯梢，看到曾轩出来，立即告诉我。好。啊，对了，袁绍成这个人危险吗？此人心术不正，身上有股邪乎劲儿。邪乎？再邪乎，还邪乎得过你？杜公，曾轩已死，这封信一烧，你便可安心了。有劳袁嗣成替我解决了这个麻烦。之前我对你说的那些话，你没有放在心上吧？下了朝，你我都是生意人，生意人心中自然只有生意。袁嗣成当真爽快，但你所图的，他不止这一间赌坊吧？杜郎中在乎赌坊，
肯定也不会是因为齐君山给你的那点分成吧？你在户部身居要职，只要有人想求你办事，便去那赌坊输上一笔银子即可。慎言，那可不是我的赌坊，你还有何所求？一并提出。独木难成林，杜郎中背靠李氏，还望杜郎中日后多多提携。赌坊给你了，我身边就缺你这样的义子。多谢杜郎中抬爱，不过义子的名分，我就不和齐君山争了吧。不过眼下，郑源的死还是得有个交代。那个元凶叶平安，你怎么看？我虽碍于圣意，不得不与他一起办案，不过也因此行事倒是变得更方便了。他想借更夫去寻找线索，不过被我借故阻止了。此人狡猾，绝不会轻易放弃。依下观看，需斩草除根。少城先行告退。郎主，说，我亲眼所见，袁绍成杀了曾炫。至于叶平安，他今晚进了屋，便没再出来。盯紧他，一丝喘息机会也别给他留。是。郎主，郑源将巫医叶平安接到了府上看病，我们何不让他当替罪羊？你在他走后便动手，其他的交给我。是。郎主，在叶平安离府后跟着他，确保他别遇上任何人。在子出时，再将他赶回政府，然后秘密保管他行凶。还有，让更夫万办不成交，报害朕。又做噩梦了吧？凝神香用了这么多年，竟也治不好你做噩梦的毛病。又快没了，我得赶紧给你调些新的。我这致幻药粉面生是用完了，姑母改日出城，再采些草药回来吧。平安，你知不知道为何我放着无香平静的日子不过，却放任你带着担心做这么危险的事呢？因为姑母了解我。错，不是了解，是因为那些日子虽然安稳，可我却未曾见你真心的笑过。所以我想，也许只有你真正解开心结，才能自在。计划刚开始，自然思虑的多些，往后都会好起来的。姑母这么担心我啊？跟你年轻的时候痴迷巫术，不愿意学医，还自处踪疾，这胆子可不比平安小。所以只有姑母才会支持我这大不韪之举。平安，记住了，圣上那关你必须得过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将大不韪变成大可为。遵命。姑母，平安，袁绍成把曾轩给杀了。我整晚都在袁府外蹲守，
未曾见到曾轩离开，直到偷听到袁绍成跟人说曾轩的尸首处理了吗？大哥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保管处理得干干净净。辛苦大哥。这才知道曾轩已经遇害。今天就是背，都让他赢。是了。老大，刚收到独郎中密令，让咱们拖住叶平安。义父，都安排好了。人哪儿找的？有谱吗？信得过。这个郭义啊是个悍民，一点就炸。到时候闹大了，宵禁之前，叶平安入不了宫，就死定了。郭义，好样的！给我走！诸位，我今天就是要替天行道，惩治凶手啊！就是他，咒死了我看病的外甥！还有一件事，军饷马上运抵圣都了，你速派人去容银厂把剩余的银两尽快融好，转移回来。我办事，您放心。你是说，那新一今日有难？那羊掉进了狼群，还能有好吗？你不是还有事吗？该走了。还有比陪你更重要的事吗？天热的我心烦，没心情。那改天，随时。月儿，去找海尚书，告诉他，安心馆有骚乱伤人，梁官当管。是。海公，月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安心馆有人聚众闹事。郎主，这事该公协管，你不好插手吧？民生事大。你去给公谢送口信，我先过去看看。别在这胡闹了！不能走！大家都静一静，大家都冷静冷静。有什么事情啊，尽管跟我讲，我替大家做主，好不好啊？好。这个巫女，她用巫术咒死了别人的外甥。你有人证吗？有啊。哎。人呢？刚刚还在这儿。既然没有人证的话，那大家就都散了吧，啊，都散了吧。别动！躲开！躲远点！不要看！叶平安是个祸害，骗大家的钱，害死人家孩子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今天就要为民除害！你，郭义，这个名字，叶新一呀，我被那个郭义咬了一口啊！他读点破书，考个破举子又咋的？他也就是个做脚夫的命，我就骂了他一句呀，他突然就像只疯狗一样就咬人呐！癫狂、易怒，有伤人倾向，他有狂躁之症，需先将他安抚下来。郭义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根本没有伤害那个人外甥，也根本没有见过那人，你信吗？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！什么一面之词？被你害死了外甥的大哥就在那边！大哥，大哥！这人呢？海公，封建守卫就位。你们要干什么？都给我老实点啊！告诉他们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是。此人读过诗书，
却当了小妇，同情弱者，对官员缺乏信任。桂叶，你是个举子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为了考取功名苦熬多年，可如果今日你因失手误伤了我，也会连累自己。你这么多年的努力，不就白费了吗？白费了如何？当了举子又如何？你根本不知道我吃过什么苦。圣上登基，天下更新。若碰上伯乐，我就有机会入仕。可我太天真了，我没钱，更没门第，想拜访一个小吏都需要入门礼。我做起了脚夫，他们对我喊打喊骂，可我也是读过诗书礼义的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心中有怒，所以冲动使你会伤人。我是心中有怒，但我过意，从不伤及无辜，更不后悔。前天夜里，要不是那个人与我争论时辰长短，我根本不会动手跟他打。我不后悔，我不后悔。哎呀，那你现在不就在伤及无辜吗？国爷，孔孟之道，仁义为先，读圣贤书，行君子事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还像个读书人吗？你本性良善，不要因为面前的困境而误入了歧途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散了吧。啊，大家散了吧。海上书，这郭义只是心绪不宁，并非故意伤人，还望海上书网开一面。叶平安，今天真让我见识到了你这疏导人心的本事。日后海公若有用得到平安的地方，平安一定随叫随到。可以啊，这里比咱们府上还要气派。好，赵玉在，去找人把墙上暗影的东西给我扒下来，换上蜀纹。是。司城，方才安心馆有人带中闹事，但已被叶平安化解了。这肯定是度良那孙子出手了。我们既然上了度良的船，要不要帮他阻拦叶平安，卖个顺水人情？我看不必，他没有证据，待木谷生毕，他便难逃一死。郭义，你刚刚说前夜跟人争论时辰，是怎么回事？那晚怪得很，时辰过得特别慢。慢？从有证到亥证，我每日都捡4缸豆子和2个时辰，从未出过差错。可前天夜里，我按和往常一样的快慢抛捡豆子，却捡了5缸，才听到打更。我告诉门房更夫打错了更，在册本上写下做工2个半时辰。你若想弥补今日的过错，需尽快拿来册本。好。平安，册本接着。
新叶平安，我要灭圣。宵禁已到，1日已结，圣上不会再见你。来人，将此犯拖出去。鼓声未停，500声方结，鼓声未停，今日就未过。那又如何？你不过圣上金口预言，纵只剩须臾，今日亦未过。你阻我灭圣，是要害圣上出尔反尔吗？你随我进殿吧。事情的经过便是如此。郭仪的册本能够佐证，民女在郑补阙府上被捕时，更夫有意延报了半个时辰，实为子出。验尸也可证明，郑补阙死时是亥时，他被杀时，民女并不在场。还有此物是民女在郑补阙府上搜查时发现的。民女猜郑补阙应该是拿到了户部度郎中贪墨饗银的罪证，才招致的杀身之祸。谁能想到棋局初开，你就用假眼换了真眼？对手棋路难辨，为了自保，那就必须将度量的亲笔密函握在自己手里，将临摹的假密函替换给郑源。可若你拿出这份真的，被别人发现的话，放心吧，我会单独面圣，到时候没有人会知道我跟圣上到底说了什么。哼，这就是你寻来的证据，不堪一用。陛下息怒，你当朕是庸君还是昏君呢？仅凭一封言辞含糊的信，就意图污蔑一位大臣，朕昨日就该赐死你。民女自然当陛下是明君，仿制民女查与不查，陛下心若早已如明镜。民女一无所有，唯有心诚。心诚？你是赤子还是狼子啊？赤子为弓，锐而不拔；狼子为剑，锐而破竹。两仪相生，皆为陛下的子民。郑源一案非你之过，不过这密函也别再提了。谢陛下。李氏和武氏不和，圣上拿到密函后，很可能会认为是武氏在借机构陷度量，不会轻易下定论。况且，度量在李氏也是根深叶茂，仅凭一封密函，我们还扳不倒他。那怎么办？你这功夫不是白费了吗？不会白费，我自证的清白，圣迹也是圣上给的。在圣上眼里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是一颗只忠于他的棋子。而我们只要设法让刑部得知度量龙吟场的所在，再结合这封密函，就能在圣上心中埋下怀疑他的种子，这就够了。你虽懂得一些相面一心之术，但以后别再拿什么窥梦之说来欺君了，明白吗？是。有些病可不止心病这么简单。复古之居，国之顽疾。陛下，如有用得到平安的，平安愿为陛下分忧。不急，慢慢来吧。谢陛下隆恩。接到密报，东郊10里外有人私容官银。去那儿！跟我走！老大，有捕手！老大，有捕手！有捕手！什么？哎呦，官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让开！你们这容银厂来历不明，我们要查封此处，带走。没想到海一平竟然横插一刀，帮了叶平安。刑部查抄容银厂着实蹊跷，
所幸那批银子已经处理好，损失个荣音厂也算不得大事。牢里那些人，义父放心，他们绝对不敢乱说。您觉得幕后之人是谁？此事怕是与梅党有关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麻烦鬼叔了，我们就守在这里，等于入网了。这个度娘搞了通花里胡哨的把戏，想除掉叶平安，可他还是活下来了。此前是我低估了他，他卷入郑源案，肯定不是巧合。你查过他吗？已经查过了，却并未查出他的来历。更奇怪的是，我也查了他的姑母，此人混迹于下九流，并未入任何宗籍。那就对了，我估计啊，他也就是个被人收养的孤儿，查不出什么来历，正常。近些日子，来历不明的人未免也太多了。一个他，一个郑元府的侍女，肯定不简单。行了，每日思来想去的，你累不累呀？司长，出大事了！本营明日运抵圣夺的8万军饷，在官道上失踪了。什么？时辰到了。小娘子，你别过来！喝一杯。别动！幸亏遇见了娘子，要不然这大晚上的奴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哼，果真是个伶俐人，这么快就识破了我。人在恐惧的时候，手会发抖，可你没有。你是度量的人。剑夫子啊，听听多好笑。他说我是度量的人。郑源与我有旧怨，他被杀前几日，我派剑夫子一直在他府外蹲守，伺机寻找复仇的机会。直到他被杀当日，你的身影出现在郑府。随后郑源府上便发生了种种变故，你猜会不会有人认为，这原本就是你布好的局呢？你的猜想很大胆，哪有你以身饲虎大胆？他本应该死在我手上，都被你抢了先。为什么想他死？你为什么想他死？你来找我，无非是想与我合作。既然要与我合作，又何必多番试探？你说的对，所以你还不赶快告诉人家，你这心里都想些什么呢？我不管你什么来历，找我合作却不听我的，那我根本不需要你。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吧。
我在万国乡那些公子哥身上，可能打听到不少消息。通泉，御史案。现在开始，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。那我可要领教一下你的本事了，万莫让我失望。袁司城来了，是不是好奇怎么我也在这儿？立功近来颇得圣心，圣上重视军饷案，让立功前来协同办案，不足为奇。谁有那么大能耐，连军饷都敢动？我看是家贼难防，有人监守自盗，不如先把押送军饷的人用刑招待一番。立功刀尖对内的功夫，向来是一流的。我还有个功夫，就是鼻子灵。谁身上有问题，我一准能闻出来。那你来闻闻我。有酒香、檀香、薄荷香，却没有女人香。你就是押运官？是。军饷失踪之前发生过什么可疑的事情没有？一路过来，倒没什么可疑的，只是在途经通泉县时，听到县里的小孩都在传唱一首童谣。什么童谣？月路行，多冤魂，御史遇百鬼，迷雾葬此生，夜问此中客，无人愿点灯。通泉县。这个地方听起来有点耳熟啊！通泉县，此地离圣都并不算远。10几年前，就是在此地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御史案，主犯正是当年的监察御史于谦。经查，前监察御史于谦贪赃枉法，纵火杀人，物证俱全，杀了他！罪大恶极。今判于谦及家眷共37口，斩刑。行刑！那个于谦可谓是臭名远扬啊！他为了抹除奸淫民女的罪证，杀了不少人灭口。我们也从童谣想到了御史案，就找当地人来问，他们都说，那于谦被满门抄斩后就成了恶鬼，驱使被他烧死的女子冤魂，飘荡在山间害人。巧了，军饷途经此处，此处便闹鬼。依我看，怕是有人想借御史案来故弄玄虚。这军饷消失跟鬼怪之说又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亥时行至此地，山中忽然起了大雾。速度快点！这雾怎么越来越大了？
不会真的跟那童谣说的一样吧？不要相信那些无稽之谈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继续走！把火把举起来！我不知怎么回事就晕倒了。我们醒来的时候，军饷连头押运车都不见了。这还真是鬼啊！再提鬼字，我割了你的舌头！押运队在亥时昏迷，寅时左右醒来，这中间不过几个时辰，所以贼人肯定还来不及抹去痕迹。顺着车辙往前搜。平安，平安，他是谁？是故人，和我们一样。放轻松点儿，你们很快就会熟悉我的。想不到兜兜转转这么多年，还能在圣都遇到御史案的同命人。日后霓裳就是自己人了，他将参与到我们的行动。那你们跟我讲讲，是如何相遇的？你不过是听人说在吴乡见过那蝴蝶吊坠，我们就巴巴的跑过来，万一她是湖州的呢？一丝希望都不能放过。那女孩若活着，我们兴许能从她身上找到证据。太白县女主唱，这大街小巷都传遍了，好些人都说了，太白星啊，那位太后太后。彩莲，走那边。快走！就是那个蝴蝶吊坠。人的这块玉，你与我们可以算作故人，御史案的故人。我们相遇之后，决定要在圣都等待时机，直到圣上登基。圣上决心革除贪渎，我们觉得机会终于来了。只有借助更大的力量，才能让度量和郑渊这些恶人受到真正的惩处。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，你都猜到了。军饷失踪也是我们计划中的一环。度量本就贪污了部分军饷，正好引风吹火，让火烧到他身上。那你再讲讲，是如何将军饷从押运队里偷出来的？官道离上一个驿站太远，若想今日将所有军饷送到圣都，押运队昨夜就得赶路。这几日山间避气大雾，碎天使。彩莲熟悉山中的风势，她将迷烟混进雾里，押运队很快被迷晕。我们的人藏在山中，不会被任何人发现。这就是诡异。下三滥的招，点了迷烟混在雾里，这群蠢货还大喊大叫，越是激动，吸入的迷烟就越多。倘若没有童谣，让他们掀乱了心智，他们也不会自乱阵脚。我倒是觉得此招甚妙。还等什么？搜山，任何可疑的地方都不要放过。是。慢着，此处的压痕也不对劲。押运车上满载着军饷，为何这压痕如此之浅？也许他们是分批转走。我只是不想让立功扑一场空。不在山里，还能在哪儿？这么短的时间，如果是我，不运进山里，
倒是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。石医师，咱们还往山上追吗？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万一他是对的，这份大功不能被他独抢。跟上，看看他想干什么。是。你们没有把军饷运进山？山路的压痕难以掩盖，带着那么重的军饷也跑不远。况且，来查案的人里，有一个十分棘手。谁？袁绍成。军饷失踪，大理寺一定会介入此案。芒沟，圣都最贫困的地方，许多没入贱籍的人没有了主家，又遭人轻视，就聚集在了这里。他们的子孙后代也都是贱民。袁绍成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脱了贱籍以后，成功当上了官的。这个袁绍成可真不简单。哦，对了，我听齐君山的手下说，齐君山突然将义泰赌坊分给了袁绍成。看来袁绍成攀附上度量之后，收获不小啊。齐君山手中的饼被袁绍成啃了一口，怕是不会甘心啊。你跟袁绍成交过手，你觉得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？心够狠，城府够深，他的手腕非常人所能及。他才是我们在军饷案中最大的劲敌。所以我们听平安的将军饷藏进了河道。那他会不会也想到了这个？